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主演生前大结局，一场跨越家国与亲情的生前之旅。昆吾揭晓，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生前的终极悬念，昆吾是谁？直到大结局才迎来震撼反转，军统湖南站站长柯敬平竟是隐藏最深的反派。这个看似忠厚的角色，于10年前被日本女特工策反，且育有子女，最终成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悲剧人物。云鸿深通过3步策略逼其现形，以自身为诱饵假意认罪，篡改假情报为真情报反将义军，借监听密室对话锁定证据。柯敬平在愤怒与慌乱中暴露身份，最终死于部下枪下。临死前仍不知自己败给了其子云鸿深的局中局。这一设计巧妙呼应了剧名生前敌我双方皆如暗流中的前行者，胜负只在最后一刻浮出水面。兄弟情谊、牺牲与守护的抉择，云家两兄弟的命运交织是全剧最催泪的暗线。大哥云鸿奇从纨绔子弟蜕变为家族守护者，为救弟弟不惜孤身闯入敌巢，手刃仇敌米兰，甚至以命为饵配合云鸿深设局。而云鸿深从富家公子到死期的成长，亦离不开兄长的默默支撑。剧中一幕令人动容，云鸿奇得知弟弟被陷害后，强忍悲痛说出云家只剩你一个了，转身却独自承受所有风险。这种明暗双线的兄弟情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，却在生死抉择中展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家族羁绊与责任担当。谍战美学，反转之外的人性博弈。生前的悬疑之感，一方面源于层层反转，另一方面则出自角色于极端环境中的挣扎。米兰作为日本特工，对云鸿奇动情，却不得不执行任务，最终在爱与使命的撕裂中走向死亡。而柯敬平的堕落，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。他曾是爱国青年，却因家庭软肋沦为叛徒。临死前那句"我没有选择到"竟无奈。剧中细节亦充满隐喻，云木之遗留的半张照片暗示父子传承的使命，镜花园密码本象征虚实难辨的谍战世界，甚至云家老宅的布局也暗合局中有局的叙事结构。制作匠心，年代感与真实感的平衡。为还原抗战时期的长沙风貌，剧组在细节上近乎苛刻。服装道具，云鸿深的西装剪裁参考30年代上海流行款式，柯敬平的站长制服纽扣纹路经历史资料考证。场景搭建，军统站办公室的木质文件柜、老式电报机，甚至墙上的长沙地图褶皱都与历史照片一致。动作设计，云鸿深与凌寒的枪战戏摒弃主角光环，中弹后踉跄的步伐，换弹匣时的生涩感，凸显角色成长的真实性。不完美中的真诚力量，生前并非无懈可击，部分配角演技稍显刻板，前期节奏略拖沓，但正是这些瑕疵让剧集更显真实。例如云鸿深初入军统时的莽撞，文业明得知真相后的崩溃嘶吼，反而让观众看到英雄也是凡人。正如程毅在收官感言中所写，那些无名英雄的挣扎与牺牲，撑起了民族的脊梁。生前的结局没有刻意渲染胜利的狂欢，而是以云鸿深继续潜伏的背影收尾，这或许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。当我们享受今日的烟火生活时，不该忘记曾有无数云鸿深在黑暗中身前，用血肉之躯托起光明。正如剧中那句台词，行走在暗处的人，没有时间悲伤，但他们值得被记住。